這是蔣介石精心設計的陽謀。他設下鸿门宴，連發3封電報，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，態度誠懇，安排周到。因為他料定毛澤東不敢來，到時候他就能站在輿論的制高點，批判毛澤東，批判共產黨。但他萬萬沒想到，毛澤東不僅來了，還給了他一個驚喜。1945年8月14日，日本投降的消息剛傳來，蔣介石就迫不及待發來電報，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事。緊接着又連發2封，還特意強調已準備飛機迎接，姿態誠懇。毛澤東可是蔣介石通緝了10幾年的共黨要犯，懸賞金額高到能買下半條街。這次的談判就是一場鴻門宴，蔣介石料定毛澤東不敢來，只要毛澤東拒絕，他就能把拒絕和平、蓄意內戰的帽子扣到共產黨頭上，在輿論上搶占制高點。但他萬萬沒想到，8月28日，毛澤東在周恩來、王若飛的陪同下，乘坐專機飛抵重慶。消息一出，全國震動，各大報紙爭相報道，民主人士奔走相告，百姓議論紛紛。蔣介石的如意算盤落空了，他本以為能在輿論戰上占盡便宜，結果毛澤東這一來，反倒讓全國人民看清了誰才是真心想要和平。第一回合蔣介石就輸了，他只能在稱呼上討一點便宜，壓毛澤東一頭。當晚，蔣介石在林園為毛澤東舉行歡迎宴會，兩人舉杯互祝健康，氣氛看起來十分融洽。毛澤東稱呼蔣介石為委員長，蔣介石則稱呼毛澤東為潤之。隨着深入交流，蔣介石感覺到毛澤東不簡單。他告訴幕僚陳布雷，毛澤東這個人嗜煙如命，據說每天要抽50支，但知道我不抽煙後，在和我談話期間居然1支都沒抽。這個人的決心和自制力不可小視。整個談判期間，蔣介石幾乎全程都被毛澤東牽着鼻子走。當時以為毛澤東不敢來，根本沒有任何準備，直到毛澤東的飛機降落，才匆忙召集會議研究談判方案。毛澤東不僅來了，還給他準備了驚喜。談判期間的一切提案都由毛澤東提出。談判桌上，蔣介石否認中國存在內戰，企圖混淆視聽。毛澤東直接用10年內戰和抗日戰爭中的大量事實予以反駁，讓蔣介石啞口無言。在軍隊數量、解放區政權等核心問題上，雙方更是針鋒相對，寸步不讓。經過幾天的談判，蔣介石的態度180度大轉彎。他覺得對方獅子大開口，一度想把毛澤東直接扣下來，用法律審判他，但又怕美國和蘇聯會干預，到時候在國際上更難收場。最終，他只得給毛澤東發一枚抗戰勝利勳章，再體面地把他送回延安。那麼，毛澤東在重慶的45天裡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瓦解蔣介石的布局，贏得這場輿論戰的呢？請進入主頁，我們下集揭曉。